给朕说说，你给他吃了什么？又为何告诉他那是脑残片？到底要不要说啊？这要是不说，倒霉的就是我自己。而且看这情形，不说恐怕糊弄不过去了。可要是说了，九公主说不定会被骂，甚至连姬妃都得挨批斗。姬妃现在可是我客户，得罪她就得损失不少银子。啊，怎么办？要不要撒个谎？还不说？你说，是九公主要抢臣女身上的衣裙，臣女不给她，她就哭，臣女就说她是脑残，该吃脑残片，然后为了哄她，就给了她一颗糖。这孩子被他的母妃教的确实脑残，可她是自己的亲女儿，堂堂九公主怎么可以被人说成脑残呢？就算是自己亲弟弟的女儿，说这话有点太不把朕这个皇上放在眼里了。可说这话的丫头都还不到4岁，能罚吗？该罚。见皇上脸色阴晴不定，白清墨再次小声认错。皇伯伯，臣女知错了，您要打要骂都行，只要不罚银子，臣女认罪。哟吼，还是个守财奴，朕偏偏就要罚你的银子。上次给你的黄金1万两充国库吧。黄伯伯您太狠了吧，多大仇多大怨啊，您要罚我黄金1万两。哎呀，黄伯伯，臣女没有银子啦，您上次的黄金都被父王花光了。闺女，父王就是用来背锅的嘛。1万两黄金就花光了？呐，还不够呢，父王又添了不少。到底干什么了？1万两黄金还不够花？开全国连锁成衣铺，而且是自产自销，所以花钱的地方太多了，1万两黄金根本不够花的啦。背锅的叶楚风点头开口：皇兄，墨儿说的没错，您上次的黄金都花完了。臣弟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全国连锁成衣铺就是在咱们南燕国各个城镇都开一家一模一样的成衣铺，衣服一样，价格也一样。摊子摆得够大，1万两黄金真花完了？安娜，都花完了。王伯伯，你还是罚点别的吧。可以，等吃完年夜饭，你负责给大家表演才艺，表演得好有赏赐，表演得不好还罚你银子。都说了臣女没银子了啦，现在是穷光蛋一个，他怎么罚？皇上见白阡陌那一脸不情愿的可爱小表情，眼里闪过一丝戏谑。别说你现在没银子，先欠着，等你的成衣铺赚了银子再补上。让你嘴欠。白阡陌抬手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小嘴巴。王伯伯，臣女还不到4岁，能表演什么才艺呀？自己想。不行，得赶紧帮八妹想办法，不能让八妹受罚，八妹会伤心的。可是能想什么办法呢？大哥，怎么办呀？咱们要不要帮八妹凑点银子？不用，黄伯伯逗八妹玩的。墨儿丫头，以后可不许乱骂人，胆子不小，居然敢骂朕的女儿是脑残。再有下次，朕就治你的罪。是，臣女记住了。小丫头，下次你要是再这样骂人，皇祖母可就要让人打你屁股了。臣女再也不敢了。行了，回头让老四好好教教他，孩子还小，就别吓唬他了。还有小九，既然他的母妃教不好孩子，
就别让他跟着他的母妃了，否则以后出去呀，也是丢皇家的脸。父皇，此事儿臣会考虑的。看着乖巧懂事的白阡陌，再看看身边的九公主，皇上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哎呀，看来九公主不能再继续跟着她的母妃了。这个几妃把孩子都教成什么样了？跟别人抢衣裙，这是一个公主能干出来的事儿？被人骂脑残都不知道，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哎呀，不过大过年的也不适合说这事儿，等过完年就把小九交给皇后调教吧。吃完年夜饭，一大家子围成一圈，宫女奉上香茶，皇上端起茶抿了一口，笑着开口：墨儿丫头，想好了吗？要表演什么才艺？大伙都等着呢，开始表演吧。丫头，还愣着干嘛呀？快表演呐！本宫还等着看呢。好吧，那丑女唱首歌。我是小宝贝，从来不怕累，唱歌跳舞我最会，像个小贝贝，最爱贪嘴，有时还要吃奶嘴，嘿嘿嘿。又是这首歌。皇兄，墨儿嘴馋了，要吃奶嘴，您看这如何是好？墨儿丫头要吃奶嘴找朕有用吗？啊，找四弟妹还差不多。皇兄还可以找皇嫂哦，你才是墨儿丫头的母妃，不找你找谁？奶嘴没有，磨牙棒本宫倒是能找到。哼，我不唱了。见白阡陌嘟着小嘴，一脸气呼呼的小模样，皇上挑眉道：怎么不唱啦？就唱那么几句，可得不到赏赐哦。继续表演，你不是唱歌跳舞都最会吗？来，给朕跳个舞。不就是跳舞吗？跳就跳，谁怕谁啊？只要有钱赚，别说跳舞，边唱边跳都不是问题。那丑女给黄伯伯跳个敦煌飞天舞，跳完了您可得给丑女赏赐。敦煌飞天舞，听着还不错，哈哈哈！快跳吧，跳得好，朕就给你赏赐黄金1000两。黄金1000两，发财了耶！白阡陌甜甜一笑，脸上的2个梨窝越发的好看。他走到中间预留出来的位置，摆了个树桩造型，双手举过脑袋，心里默念：1、2、3，走你！1、2、3、4、5、6、7、8，2、2、3、4、5、6、7、8。他一边喊着节拍，一边表演舞蹈动作。忽略他小声数节拍的声音，舞蹈动作不是让人很惊艳。由于年龄小，跳出来的敦煌飞天舞只能找一些韵味，动作有稍许的僵硬，还有一些俏皮可爱的味道。不错不错，这舞蹈动作虽然有些僵硬，但很新颖。没想到墨儿丫头还有舞蹈天赋。双儿，墨儿这舞蹈是你教的吗？不是，我连敦煌飞天舞的名字都未曾听过。那墨儿这是跟谁学的？跳得还真不错，就是不知他为何要数数。我也想知道，这舞也不像是将军夫人教的。将军夫人好像不擅长舞蹈，她应该是更擅长琵琶弹奏。奇怪，墨儿什么时候会这些东西的？回头问问她吧。八妹好厉害，居然会跳这么好看的舞蹈。这小丫头会的东西还真不少。啊，香蕉里，啊，苹果里，统统拿来洗，统统拿来洗。皇上一口香茶喷了出来，被呛得咳个不停。白阡陌停下动作，歪着小脑袋，嘟着小嘴看着皇上。这又是怎么了嘛？其他人努力憋着笑，这唱的什么呀？怎么听着这么想笑呢？
木耳丫头，你这舞蹈跳的是不错，又是数数又是唱的，可你唱的这是什么玩意儿？什么香蕉、苹果、梨，通通拿来洗呀？黄伯伯，没有音乐，成女只能数数给自己打节拍嘛。那怎么又唱上了？高潮部分数节拍跳不出那种感觉啊，只能唱啦。只是成女不会唱那首歌，我就自己改编一下啦。不会唱还能改编？呀，黄伯伯，成女只是不会唱歌词，旋律没错的呀。呀，黄伯伯，成女只是不会唱歌词，旋律没错的呀。原来如此，皇上开怀大笑，其他人也再也忍不住跟着大笑起来。太后擦去眼角笑出来的泪花。这小机灵鬼儿，不会唱还能自己改编，哎呦，香蕉、苹果、梨通通拿来洗，笑死本宫了。木耳丫头，再跳一遍，朕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不跳了，你们都取笑成女，小丫头，过来。白千墨迈开小短腿走到太上皇的面前，甜甜的叫了一声：“皇祖父。”小丫头，你唱的那歌词姑是不敢恭维，但旋律姑喜欢。你再给姑唱一遍，姑试试能否谱出曲子呀？父皇对谱曲很是擅长，说不定还真就能把这敦煌飞天舞的曲子给弄出来。这很难编的好吗？编一两句唱唱还可以，这要是全部编出来，那得烧死多少脑细胞啊！皇祖父，成女编不下去了。不用编，你把曲调哼出来就行。哦，那好吧。阿姨啊哦阿姨。太上皇听了一边捋胡子一边点头，听完一遍后，太上皇道：“再哼一遍。”还来。太子，去给姑准备笔墨纸砚。是，皇祖父。小丫头，开始吧。香蕉里苹果里，统统拿来洗，统统拿来洗。太上皇一怔，一滴墨滴滴在了白纸上。太后忍不住带头大笑起来，笑得太上皇直瞪眼。就那么好笑吗？都给姑憋回去！小丫头，你别唱了，用哼的。阿姨哦阿姨，统统拿来洗。哎呀，不弄了，小丫头，你继续唱吧，舞蹈也一起跳，姑先好好欣赏欣赏。香蕉里苹果里。又跳了一遍，大伙儿都被逗得笑抽了。白千墨歪着小脑袋，黄伯伯，才艺表演结束，该给赏赐了吧？赏，真是朕的小开心果啊！赏黄金1000两。嘿，多谢黄伯伯赏赐。木耳丫头啊，你这舞太值钱了，1000两黄金，朕觉得有点亏。你再给朕唱首歌吧。好吧，看在1000两黄金的份上，那就唱一个。黄伯伯，你想听什么歌？你才多大，会唱多少歌？你随意，大过年的唱个喜庆的就行。好嘞，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
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小丫头，过来过来。白阡陌笑嘻嘻地迈开小短腿走向太上皇。嘿，皇祖父，你要给城女发压岁银子吗？小财迷，你就只惦记银子，你黄伯伯赏赐你1000两黄金还不够啊？嘿嘿，皇祖父，银子多了又不咬手，当然越多越好啦。要银子可以，今晚呀，你要是让姑把敦煌飞天舞曲子弄出来，姑就给你100两。王祖父，您就放过城女吧。不想要银子了？200两，300两，不能再多了。成交，那扎也是肉。太上皇一听，抱起白阡陌就走，心情愉悦的不要不要的。其他人傻眼了，小开心果就这么被300两银子给忽悠走了，准备好的压岁银还没发呢。大人们继续聊天守岁，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们玩累了就睡，只有白阡陌瞪着一双不灵不灵的大眼睛，满脸困意，却还不能睡。直到天快亮时，太上皇终于把敦煌飞天舞的曲谱弄出来了。神曲呀，小丫头，你功不可没。没听到任何动静，太上皇抬头一看，发现白阡陌早已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太上皇一脸疼爱，起身将小丫头抱起来，走向大床，轻轻放在床上。小身子才沾到床，他就呢喃一句：香蕉爱里偷偷拿来洗。太上皇身子一僵，大手不由自主地轻拍白阡陌的小屁屁，柔声哄睡。好好好，通通拿来洗，睡吧睡吧，看好他，别让他从床上掉下来，他要是醒了就送他去用膳。是。交代好宫女照顾白阡陌，太上皇便拿着曲谱迫不及待地去找乐师去了。白阡陌一觉睡到午膳时间才醒，宫女刚伺候他洗漱完毕，太上皇就回来了，谱出敦煌飞天舞的曲子。一夜未睡的太上皇依旧精神抖擞，兴奋不已。小丫头，睡够了？肚子饿不饿呀？都饿扁了。走，去用膳。太上皇牵着他的小手。小丫头，你还会唱别的曲子吗？要不再给皇祖父唱2首？不会了，就会这2首。会也不给您唱，为了300两银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香蕉苹果梨，都魔怔了。哎呀，也是，你才多大呀？会这2首已经很难得了。就是。用过午膳，大人们将孩子们的压岁银子给补发了。银子收到最多的自然是白阡陌，除了皇上赏赐的1000两黄金交给叶楚风保管，其他的碎银子和银票全都由他自己保管。他当然是偷偷送进空间里存了起来。大人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叶楚风夫妻打算带着孩子们出宫回家。白阡陌走到太后面前，仰着小脑袋说道：皇祖母，晚膳您等城女哦，城女来陪您饮晚膳，给您带好吃的。你是要给本宫带糖吗？不是哦，等下午您就知道了。好好好，本宫等着你，但你不能让本宫等太久哦。遵命。回到王府，白阡陌叫上叶慕辰就往厨房跑去。叶慕辰疑惑地问：八妹，咱们去厨房干嘛？去拿2个萝卜，咱们做腌萝卜，等会儿做好了给皇祖母送去。腌萝卜你会做吗？会做，你先帮我扛2个萝卜去我房间。八妹，你告诉厨房的大娘要如何做，让大娘做就好了。切萝卜可是要动刀的，万一伤着了可怎么办呢？嘿嘿，好呀，那你去告诉大娘，把萝卜洗净去皮，切成拇指大小的小丁。对了，你再帮我去找个装萝卜用的坛子，我去准备一下，马上就来。
没问题，你快点儿。知道啦。七弟八妹，你们这是要去何处？大哥，我和七哥要进宫给皇祖母送菜。啊，你们在此等着，我去跟父王母妃说一声，然后送你们去。皇祖母，吃饭啦！屋里的太后一怔，这小丫头还真来了。来到太后跟前，白千墨笑嘻嘻的道：嘿嘿，皇祖母，臣女给您带了好吃的，您快来尝尝。哦，你给本宫带了什么好吃的？腌萝卜哦，很开胃的。白千墨说完，叶幕林已经打开了食盒，食盒中只有一碟腌萝卜、一碟芹菜百合和一条糖醋鲤鱼，还有一碗酸辣汤。白千墨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腌萝卜，喂到太后嘴边。皇祖母，您尝尝。太后本没什么胃口，但看着小脸上一脸认真又期待的白千墨，她鬼使神差地张开了嘴巴，酸酸甜甜带点微辣，让太后的口水瞬间分泌，也忍不住咔嚓咔嚓地咀嚼起来。太后一脸欣喜，这真是萝卜，还挺清脆爽口的。这真是萝卜，还挺清脆爽口的。呐，就是腌萝卜。皇祖母，怎么样？有胃口了吗？有点想吃饭了，去给本宫盛一碗饭来。是。宫女赶紧跑去盛饭，那跑出去的速度快得令人啧舌。白千墨将酸辣汤送到太后面前。皇祖母，先喝点酸辣汤，这个也很开胃哦。酸辣汤其实没有辣椒，而是用胡椒粉提辣，用醋调出酸味儿，看上去就感觉比较清淡。太后尝了一口，酸辣的感觉刺激着她的味蕾，让她更有吃饭的食欲了。很快，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端到太后面前，太后一口饭一口腌萝卜，偶尔加一点芹菜百合或者糖醋鲤鱼，喝上一口胡辣汤，感觉越吃越香。不知不觉一碗饭见底了，可她感觉还想吃。再给本宫盛半碗米饭来。宫女赶紧接过碗，又盛了半碗饭，一脸激动地递给太后。最后半碗饭下去，太后终于放下碗筷，一脸的满足。好吃，这是这几天以来本宫吃的最舒服的一顿。小丫头，你有心了。皇祖母，您就是因为没胃口，吃不下饭，才会气血不足。为了您的身体，您以后可要按时吃饭哦。您要是还想吃腌萝卜，臣女明日就给你送过来。好，明日给本宫多带点，本宫就喜欢这腌萝卜。没问题，那臣女就先回去了。皇祖母，明天见。去吧，灵儿，明日你送小丫头进宫。是，孙儿告退。出了太后寝宫，白千墨心情愉悦的又哼起了儿歌。我是小宝贝，从来不怕累，唱歌跳舞我最会。小八妹，你站住！你找我干嘛？脑残片你带了没有？啊，又来了！昨晚才被罚，可不能再被抓去表演才艺了。哎呀，算了，好歹也是黄波波的女儿，这样忽悠你，黄波波会真生气的。于是白千墨偷偷将小手缩进袖子里，用意念从空间里取出一颗酸酸糖，剥开塞进九公主的嘴里。九公主，其实这个不叫脑残片，叫酸甜糖，今天就带了一颗。你以后想吃可不能再说脑残片啦，不然以后都不给你吃。酸糖，你下次进宫可以给我多带几颗吗？我以后都不抢你的衣裙了，也不说脑残片了，可以吗？可以，明天给你带。九公主一听立马笑了，露出了她那掉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咦，好丑啊！我再过2年是不是也得换牙了？快回去吧，你现在换牙齿了，糖不能多吃，我要回家咯。皇上得知白千墨给太后送了开胃菜，让太后吃了1碗半米饭，
立马亲自跑去向太后求证。母后，墨儿那丫头给您送了什么菜？儿臣让御膳房明日给您做。腌萝卜和酸辣汤，不过那腌萝卜酸辣脆爽，以前从未吃过那种味道。御膳房能做出来吗？哈哈哈，那还不简单，叫上御膳房的厨子去一趟摄政王府，让厨子去学一下不就行了吗？哈哈哈，那还不简单，叫上御膳房的厨子去一趟摄政王府，让厨子去学一下不就行了吗？有道理，本宫也一起去。本宫也想看看这腌萝卜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你们要去老四家，那姑也去。那就换身衣服，朕让人准备轿辇。皇兄，你是来偷臣弟的女儿吗？到臣弟府上都不让下人通报一声。哈哈哈，别说的这么难听，朕就是想偷偷看看那丫头在干嘛。墨儿这会儿应该在房间里，臣弟带你过去看看吧。走走走，脚步轻点，别让小丫头发现了。皇兄，你还真有做贼的潜质，你不会是真的来偷墨儿的吧？说实话，朕还真有过这个想法，但想从你们这王府把墨儿丫头偷出去，还真不太可能，所以朕放弃了。现在就想去看看小丫头在干什么。皇兄，你来看墨儿，怎么还把御膳房的厨子给带来了？哦，对，你让人带她去跟你家厨娘学一下腌萝卜和酸辣汤，母后想吃。今日墨儿给本宫送菜，就送了腌萝卜、酸辣汤、芹菜百合和糖醋鲤鱼。本宫就喜欢腌萝卜和酸辣汤，很是开胃。今日可是吃了不少饭呢。原来如此。叶楚风叫来一名下人，让下人带着御膳房的厨子去找厨娘。几人来到白千梦的房间外，见房门紧闭，几人同时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来到窗前，太上皇伸手蘸了蘸口水，将窗户纸戳了个小洞偷看。哎，乖孙女在画什么呀？画得这么认真。哎，乖孙女在画什么呀？画得这么认真。儿臣看看。去，自己戳个洞不就行了？房间里的白千墨猛地抬头，感觉有人在偷看自己。他把铅笔收进空间，起身往门口走来。太上皇赶紧拉着皇上后退2步，一脸笑意盈盈地看着房门口。白千墨拉开房门，就看到太上皇等人正笑着看着他。皇祖父、皇伯伯，你们怎么来啦？小没良心的，你给皇祖母送菜都不给皇祖父送，皇祖父生气了，你看着办吧。皇祖父，您骗人哦，您才没有生气呢。小机灵鬼，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走，带皇祖父去你的房间看看。呐。白千墨小手牵着太上皇的大手往房间里走去。太上皇一进入房间，眼睛就看向书桌，想知道刚才白千墨那么认真到底在画什么。当他看到书桌上的衣裙设计图时，忍不住瞪大双眼。哎呦，好漂亮华贵的衣裙呀！小丫头，这是你画的？对呀，这是臣女给皇祖母设计的，只是还差一点，还没画完呢。这小丫头还真画了。小丫头啊，这就是你给本宫画的？你今日画的？对呀，就是今日画的。皇祖母，你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这也太华贵了。您那可是太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是臣女的皇祖母，一般的衣裙可配不上您的气质啊。老四，去给姑和你母后准备房间，姑要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啊，父皇，这是为何？您在宫里
不是住得好好的吗？让你准备就去准备，哪儿那么多废话？本宫就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多吃点你们王府的腌萝卜，不行吗？是，儿臣这就让人去准备房间。母后，儿臣不是让御膳房的厨子去学了吗？为何非得住在陈地府上？本宫不相信御膳房的厨子能做出来。皇祖母，您太英明了，御膳房的厨子还真做不出来，因为他没有泡胶水。皇上看向太上皇，太上皇一脸傲娇。别看姑要留在王府和小丫头一起画衣裙的图，这才叫修身养性。原来皇祖父是个热爱艺术的老头。皇兄，就让父皇和母后在臣弟这儿住一段时间吧，臣弟保证照顾好他们。行了，等会儿你派个人随朕进宫，把父皇和母后贴身伺候的下人接来。就在这时，一名下人来到秦若霜的身边，小声说道：王妃娘娘，厨房李大娘让奴才来问问八小姐，腌萝卜放的是哪些调料？腌萝卜居然不是李大娘做的，一个4岁都没有的孩子居然会做腌萝卜，谁教的？墨儿，那给皇祖母送的腌萝卜是你做的？母妃，是李大娘做的，我只是准备调料。你都放了些什么调料啊？糟了，南燕国没有辣椒，这怎么说啊？母妃，那是张三丰老爷爷的独家秘方，他老人家在梦里再三叮嘱，不可以外传的。那个张三丰在你的梦里到底教了你多少东西啊？很多啊，唱歌、跳舞、绘画，这些都是他老人家教的。这个老人家无所不能啊，连唱歌跳舞都会，不简单呐。他应该是个男人吧？怎么会跳那种柔弱无骨的舞？不过能有人教墨儿这些东西也是好事，但就怕那老人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墨儿，你每天晚上都会梦到那个老人家吗？也没有啦，大概是2-3天梦到一次，每次他都会教我一些东西，而且叮嘱我以后要做个好人，不能做大逆不道之事。不能学就算了，反正本宫住在王府，想吃就让木耳丫头做就行。本宫还担心御膳房的厨子做不出那个味儿呢。皇儿，你该回去了，老四派个人跟着去，把姑和你母后贴身伺候的下人接来。是，父皇。这就开始赶人了，屁股都还没坐热呢。最重要的是还没尝尝小丫头做的腌萝卜，连母后吃了都大为赞叹的腌萝卜，怎么可以不尝尝味道就回去呢？不急，墨儿丫头，把你做的腌萝卜拿点来给朕尝尝。好的，让你去给您拿。怎么就没了？都没吃几块啊！你这都吃了2碗了，还叫没吃几块？白千墨愣住了。黄伯伯这还没尝呢，半盘子腌萝卜就没了。李大娘看到愣在门口的白千墨，笑着开口：八小姐，萝卜老奴都切好了，你快告诉老奴要放些什么。中午的时候老奴也没注意你都放了哪些调料。李大娘，腌萝卜一点都没有了吗？没有了，都被他吃完了。糟了，黄伯伯还等着尝尝呢，一下子也做不出来呀，起码要腌2个时辰的。腌萝卜没学会，还给人家吃的一块不剩。更要命的是，皇上居然要尝，这可咋办呀？八小姐，这个放什么腌呢？李大娘，放糖和盐腌半个时辰，然后洗干净放坛子里，其他的我来弄。我先去跟黄伯伯说一声。老奴
去向皇上请罪。哎，一点腌萝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玩意儿吃多了还放屁，至于吗？老伯伯，您还是别学腌萝卜啦，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不外传，你学不会的。走吧，我去跟黄伯伯说，你也不用请罪了，我明天做好了给黄伯伯送去就好。多谢八小姐，可老奴把你的腌萝卜全都吃完了。吃完就吃完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走啦。皇上，奴才该死，奴才没有把腌萝卜学会，反而把八小姐做的腌萝卜全吃了，奴才该死。你是来学腌萝卜的，还是来蹭腌萝卜吃的？黄伯伯，您别生气了，盛你做的本来就不多，明日盛你做好了给您送去好不好？皇上狠狠地瞪了厨子一眼，突然嘴角微微上扬，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抱起白阡陌大步往门口走去。今晚小丫头跟朕进宫，明日四弟再来接她。太上皇瞪眼大喊：臭小子，你皮痒了是吧？快把姑的小孙女放下！姑留在王府就是为了和这个小丫头一起画画，想听小丫头唱歌，你居然想把她抢走！啊，黄伯伯，您快放程女下来，程女不要进宫啊！皇祖母的衣裙还没有画好呢。明天再画，今晚跟黄伯伯进宫，唱个歌给黄伯伯听。啊，还唱歌！父王救我不要进宫唱歌。他女儿不愿意进宫。好的，叶楚风运气轻功飞过皇上头顶，落下他的面前。皇兄，天色已晚，您还是赶紧回去休息，明日臣弟再送墨儿进宫来看您。太上皇趁机追了上来，一把抢过白阡陌，还抬脚踹了皇上的小腿一脚。臭小子，胆子不小，敢跟你老子抢人了！父皇，难得过年休息几天，墨儿丫头能让儿臣彻底放松下来，儿臣也想多和墨儿丫头待一会儿。你自己没有女儿吗？回去让你女儿陪你。儿臣的女儿要是能让儿臣如此开心，儿臣也不用惦记墨儿丫头了。墨儿丫头，再给你黄伯伯唱首歌可好？还有还有就这个 feel 半爽半爽，就这个 feel 半爽。好啦，程女唱完了。你这也太敷衍了，就这一句。嘿嘿，黄伯伯，这个是免费试听，想听完整版的必须充值 VIP 会员，嘿嘿。小丫头，什么是 VIP 会员？要如何充值呀？VIP 会员就是可以听所有的歌，说白了就是给银子，不给银子只能试听哦。嘿，你这个小财迷，朕给你的还不够多吗？让你唱个歌，你还要银子，小没良心的。想要银子可以跟黄伯伯进宫，黄伯伯给你拿。不去。黄伯伯，程女要画皇祖母的衣裙了，明天给您送腌萝卜，再给您唱歌，不要银子，还陪您用膳，可不可以呀？皇上心里一喜，脸上却是一脸傲娇。这还差不多。太上皇白了皇上一眼，抱着白阡陌回房，临走还拉了一把太后。走，咱们去画衣裙样式去。哈哈哈哈，父皇有事可做了，这小丫头还真是讨喜。吃完早餐后，7个哥哥要带白阡陌出去玩，太上皇和太后也要随行。马车来到河边，7个哥哥迫不及待地下河捞鱼。水太凉了。八妹，你别下来，河水很冷的，你在岸边等着，7哥给你抓就行。嗯。白阡陌在岸边跑了2圈，
突然发现脚边有些干枯的淤泥上居然有成人大拇指差不多粗的小洞。好家伙，不会是鳝鱼洞吧？白千墨跑去把小铁锹扛来，开始撅着小屁屁刨洞。哎呀，哎呀，小丫头，这是在挖什么呀？挖得这么起劲儿？应该是挖沙子玩儿，你别过去，我要把小丫头挖沙的画面画下来，太美了。好一会儿之后，白千墨右手抓着一条拇指粗的鳝鱼举起来，幸福的大喊：嘿，终于挖到你了！啊，小丫头，那可是蛇，快扔了！哎，不是蛇呀，大哥，这是鳝鱼，不是蛇。还真不是蛇，这不是黄飞吗？你怎么把这玩意挖出来了？我刚才看到这里有小洞就挖，没想到真挖到了，这个也很好吃的。丫头，那玩意儿看着就像蛇，能吃吗？快扔了，本宫看着都害怕。皇祖母，这个又不是蛇，可以吃的。好不容易挖出来，可不能扔了。你吃过呀？嘿嘿，趁你做梦的时候吃过，哇，可好吃了。做梦吃过都还记得。八妹，你喜欢就继续挖，但是要小心点，别真挖到蛇。大哥哥，你就放心吧，我能分清蛇和黄飞。七个哥哥重新返回河里继续捞鱼，白千墨则扛着小铁锹继续去找鳝鱼洞挖鳝鱼。找到鳝鱼洞就撅着屁股继续挖。小丫头，挖了不少了，歇一会儿吧。好呀，求你拎去给皇祖父看看。说完，小家伙拎着小桶就跑向太上皇。当他看到太上皇画上自己屁股翘起老高挖洞的画面时，直接炸毛。皇祖父，您画得太夸张了，求你屁股有翘那么高吗？没有翘那么高吗？姑就是照着你挖坑的样子画下来的，就是这么高的呀。好气啊，把他画的形象全无，太丑了啊。皇祖父，您快撕掉，这张太丑了。我好不容易画出来，怎么能撕掉呢？我得拿回去装裱，然后挂起来天天看。皇祖父，拜托你画的太丑了，太欺负小孩了。太后一听白千墨哭得撕心裂肺，立马心疼起来，冷着脸看向太上皇。太上皇心间一颤，倒不是怕太后冷着脸，而是见不得小丫头哭。小妹儿一哭，他心都碎了一地。好好好，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皇祖父现在就撕了，乖乖别哭了啊！好好好，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皇祖父现在就撕了，乖乖别哭了啊！太好了，这么丢人的模样终于不会被别人看到了。白千墨扬起灿烂的笑容，脸上一点泪痕都没有。哎呦，上当了！哎呀，那么用心的画出一幅画，还是我最喜欢的，居然让这小丫头假哭给骗得亲手撕了。这小丫头真会演戏呀，哭得跟真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谁能受得了呀？你假哭啊？皇祖母，程女士真的哭啊，就是哭不出来眼泪而已。哭的画呀！皇祖父别难过了，程女给您画一幅画行不行？我就要你挖坑的画。行，您等着，程女这就给您画出来。白千墨拿一张纸铺在木板上，脑海里浮现出太上皇的画，拿起符烫开始画了起来。开始画画的白千墨一脸认真，每一笔都自然流畅，速度还很快。1刻钟后，他把自己刨坑的样子画出了素描形状。当然，屁股没有太上皇画的翘那么高，他自己画的有点太多了。太上皇一脸呆滞。
小丫头画画功底相当不错呀。哎，哥哥，你们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们早就上来了。八妹，你画的真好看。八妹，你饿了吗？要不要回去用膳了？白千墨看了眼7个哥哥捞上来的鱼。哇，这么多！哥哥，咱们吃了，直接在河边生火烤鱼才更香。哇，这么多！哥哥，咱们吃了，直接在河边生火烤鱼才更香。可是咱们连一点盐都没带，烤出来的鱼能好吃吗？嘿，我带了。大哥哥，你们快去杀鱼吧，我去马车里拿盐。你什么时候带的？我怎么没看到？白千墨转身往马车停放的方向跑去，钻进马车里，他从空间里取出一袋盐，找一张纸包了一些，剩下的又送进了空间里，然后从马车上找出来一坛酒，一起拿着返回河岸边。见白千墨真拿来了盐，叶幕林立马吩咐车夫去杀鱼。鱼杀好后，白千墨只用盐和酒腌鱼，其他调料虽然有，但他还真不敢拿出来。把鱼腌好，叶幕林开始带着弟弟们找柴火，准备烤鱼。白千墨当个乖宝宝，乖巧地坐在太后身边，小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而且还有7个哥哥陪着，真好，这才是我想要的童年。本宫还是第一次这样出来玩，第一次自己烤鱼，太有意思了。是啊，姑也是第一次自己体验烤鱼，真的很有意思，而且出来外面心情都要好不少。看来以后啊，咱们得多出来走走，整天闷在宫里，饭都吃不香。是这个理。小丫头，给姑唱首歌。快唱呀，回去给你拿银子。一听回去给拿银子，白千墨后背都挺直了不少，眼里全是小星星，亮晶晶的。好嘞。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天边的细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八妹，等有泥鳅的时候，7哥带你去捉。八妹说的是大哥哥，当然是由我这个大哥哥带他去抓。我们都是哥哥，都可以带八妹去抓，谁规定只能大哥去啊？哥哥们都要一起去玩，人多才热闹呢，谁都不能缺席。 7个哥哥瞬间开心的不得了，很快烤鱼的香味散发出来。虽然没有复杂的调料，只用了一点盐和酒，但野生鱼本就鲜美，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做出人间美味。太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香味还真是特别呀，分明就一个用了盐和酒，却能这么香，本宫都有点想吃了。哎呀，姑也馋了，感觉宫里的那些菜呀，都没这几条小鱼香。皇祖母，这条给您，可以吃了，您快尝尝。皇祖父，你也尝尝。还算你有良心，你自己也尝尝吧。皇祖父，臣女的良心一直都是大大的好，什么时候没良心了？太上皇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张口就咬了一口烤鱼。好吃。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烤鱼，难道宫里的御厨厨艺退步了？皇祖父，其实不是宫里的御厨厨艺退步了，而是您吃东西的氛围不一样了。吃东西的氛围不一样。太上皇愣了一下，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同样的一道菜，跟不同的人坐在一起吃，心情不一样，吃出来的味道也就不一样了。你说的没错，氛围不同，吃东西的感觉就不同。人比人能气死人，同样是孩子，小九还比莫儿大2岁呢，连莫儿丫头一半都不如。这么乖巧懂事的孙女儿，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呢？
小丫头胆肥了，居然敢图姑一脸黑灰！你给姑站住，别想跑啊！皇祖父抓不到臣女啊！老鹰捉小鸡啦！救命的！白仙墨这一闹，整个河岸边热闹起来。太上皇、太后和几个哥哥也陪着他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皇宫里的皇上望眼欲穿，眼巴巴地等着白仙墨给他送腌萝卜，陪他用膳。于公公劝道：皇上，您还是先用膳吧，菜都热了2遍了，别等了。墨儿丫头，莫不是忘了，还是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还是再等等吧。皇上，郡主说了是中午送来吗？这个倒是没说。但一定是晚膳时候才送来，您还是先用膳。郡主要是送来了，晚膳时候吃也一样呀。哎呀，要是往后也这样，可如何是好？咱家要不要派人去把小郡主偷来，让皇上开心开心呀？可那是摄政王府，谁敢去偷啊？还有一个望眼欲穿的人，就是九公主叶雨嫣。她已经往宫门口跑了好几趟了，说好的今天给她带酸酸糖的，怎么就不见人了呢？天啦，好想吃脑残片，不，酸酸糖。小八妹，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一整天呢。你等我干嘛？你不是说今天给我带脑残片，不，带酸酸糖的吗？啊？为了几颗酸酸糖，你等了我一整天？你可真有出息！我就是想吃嘛。白切墨把手塞到小挎包里，把准备好的酸酸糖全都拿出来给了九公主。好啦，全都给你了，你快回去吧，我要去找黄伯伯啦。九公主拿着酸酸糖，一脸兴奋地跑远了。此时的皇上早已让人布好菜，在门口来回踱步，时不时地抬头看向宫门口方向。这小丫头中午就没来了，这个时候还不来，不会是真忘了吧？黄伯伯，求你来了，给你送腌萝卜来啦！丫头，你怎么现在才来？朕从中午就一直等你了，午膳都没用。啊，黄伯伯，您不饿吗？饿呀，朕肚子都饿扁了，都是为了等你。你打算如何补偿黄伯伯？黄伯伯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求安慰，那咱是不是得哄哄他？黄伯伯，那咱们去用膳吧。您尝尝城里带来的腌萝卜，很开胃的哦。好，用膳去。好家伙，7个都来蹭饭。于公公，让御膳房加菜。是。墨儿丫头，中午去哪儿玩了？怎么不来陪黄伯伯用午膳？臣女去河边挖黄飞了。您看，这个黄飞就是臣女挖到的，您尝尝，可好吃啦。皇上拿起筷子尝了一口，点头道：还不错，你特意为黄伯伯挖来的？那是当然，这个季节黄飞还在冬眠呢，可难挖了，挖了好久好久，还差点被大哥哥扔了。为何要扔了？因为皇祖母说是蛇呀。等等，小丫头刚刚说这是黄飞，长得跟蛇很像的玩意儿。怎么了，黄伯伯？您不会是害怕吧？没有的事儿。皇上故作镇定，白切墨点了点小脑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鳝鱼塞进嘴里。好吃，黄伯伯，您快尝尝呀。朕一点儿也不想吃。好吃你就多吃点。你们几个臭小子也赶紧吃啊！黄伯伯发话了，7个哥哥拿起筷子大块朵颐，丝毫不客气。皇上尝了一口腌萝卜，瞬间被腌萝卜征服了，筷子一次次的伸向腌萝卜。
难怪母后那么喜欢，的确开胃啊。御膳房加了不少菜，全都被兄妹8人扫荡一空，皇上也比平时多吃了不少。摸着圆滚滚的肚皮，白千墨一脸满足。啊，好饱，该回家了。啊，好饱，该回家了。吃饱了就走，都不陪黄伯伯说说话。你不是说今日给黄伯伯唱歌的吗？忘了。就在这时，九公主大哭着跑了进来。父皇，怎么回事？哭哭啼啼，成何体统？父皇，母妃的大儿臣，小八妹给了儿臣好多酸酸糖，儿臣拿回去吃的时候被母妃看到了，她就逼问儿臣那是什么哪儿来的，儿臣告诉母妃是小八妹给的酸酸糖，她就把儿臣的糖打得掉到地上，儿臣去捡，她就使劲打儿臣，母妃骂儿臣是乞丐，不准儿臣捡地上的酸酸糖。好痛啊，父皇，儿臣的手好痛啊！几颗糖而已，居然对朕的女儿下手如此之重。别哭了，我给你呼呼就不疼啦。呼。好了啦，不要哭了，改天我给你带更多的酸酸糖好不好？摆驾秦月宫。来到秦月宫，于公公大喊：皇上驾到！臣妾恭迎皇上。姬妃，你为何打嫣儿？皇上，嫣儿随便向别人要东西吃，难道不应该教她吗？若是以后也养成这样的习惯，可如何是好啊？皇上，嫣儿随便向别人要东西吃，难道不应该教她吗？若是以后也养成这样的习惯，可如何是好啊？教？你的教就是打骂，你就是这样教朕的女儿的？谁给你的胆子？皇上，嫣儿可是臣妾的女儿，打在儿身，疼在娘心。她要是听话，臣妾又如何舍得打她呀？放肆！皇上一声怒吼，几妃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你是嫣儿的母妃没错，但之前你有好好教她吗？她为何会抢墨儿丫头的衣裙？为何蛮横无理？你真的教她了吗？墨儿丫头给她带几颗糖怎么了？你不让她向别人要东西吃，你可以好好跟她说，难道只有打才能教育孩子？皇上，臣妾也有好好跟嫣儿说，可她不听啊，臣妾无奈才忍痛打了她2下。是吗？嫣儿，跟父皇说说，你母妃跟你说了什么？母妃看到儿臣拿着糖，就问儿臣这是什么，哪儿来的？儿臣告诉母妃是酸酸糖，是小八妹给儿臣带来的。母妃就一巴掌把儿臣手里的糖打掉了。你就是这样好好跟嫣儿说的？皇上，不是这样的，臣妾真的好好说她了。够了，嫣儿会说谎吗？既然你不会好好教孩子，从今日起，嫣儿让皇后教，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反省反省吧。从今日起，嫣儿让皇后教，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反省反省吧。不，皇上，臣妾知道错了，求您不要把嫣儿交给皇后姐姐，臣妾一定好好的教嫣儿。现在说这话，你不觉得太晚了吗？早干什么去了？你要是真能好好教嫣儿，嫣儿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皇上，臣妾知道错了，皇上，求您别把嫣儿带走啊，皇上！几妃娘娘请留步，别再惹黄伯伯生气了。滚开！你有何资格拦本宫？
跟个泼妇一样，朕当初怎么就让你进了后宫？从现在起，禁足3个月，不准离开寝宫半步。来到皇后寝宫，皇上将九公主交给皇后。皇后，以后嫣儿就交给你好好调教吧。皇上，这不太好吧？嫣儿有自己的母妃，让臣妾调教，恐怕会惹人说闲话。嫣儿都被教的什么都不懂，只会蛮横无理，才会惹人说闲话。皇后，朕相信你，你一定能把嫣儿教的跟木耳丫头一样乖巧懂事。你呀，就别再推辞了。好吧，既然皇上信任臣妾，那就让嫣儿跟着臣妾吧。九公主，你不用害怕的啦，黄伯母人那么好，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只要你乖乖听黄伯母的话，以后我进宫就给你带酸酸桃。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父皇，儿臣可以和小八妹一起玩吗？当然可以，去玩吧。黄伯伯，臣女该回家了。那么着急回去干嘛？你不是还要唱歌给朕听的吗？唱完再回去。哼，你就不能忘记一次吗？哎呀，唱就唱吧。嗨哟吼吼，嗨哟吼吼。白切莫一边唱一边扭着小屁股跳，看得皇上开心不已。一曲唱完，白切莫说什么都要回家。九公主一脸可怜兮兮地问：父皇，儿臣可以跟小八妹去四皇叔家玩吗？你想去干什么？儿臣就想跟小八妹去玩，皇兄他们都不跟儿臣玩。黄伯伯，臣女带九公主去玩1天吧，明天天黑之前把她送回来。去吧，但是嫣儿，你必须听几个哥哥和墨儿的话，不许惹麻烦，否则以后你都别想出去了。是，儿臣记住了。九公主要是听话，你们也不用着急把她送回来，在王府玩几天没问题的。知道了，黄伯伯，那侄儿就带他们回去了。走吧，路上小心点，保护好墨儿和嫣儿。是。翌日用过早膳后，叶慕辰就带着九公主和白阡陌出去玩。由于6个哥哥有书院的同窗前来拜访，不能一起出去，只能由叶慕辰带出去玩。担心3个小家伙遇到危险，骆九婴等小家伙们出门后便暗中跟上，隐藏在暗处保护他们的安全。哇，这家人竟然养了2只大白鹅，好大的2只啊！八妹，你和小九先在此看鹅，七哥去方便一下，马上就回来。好，你快去吧。叶慕辰转身去找茅房，白阡陌和九公主就在篱笆墙外看大白鹅。2只大白鹅昂首挺胸，都跟白阡陌差不多高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啊！我亲你来了，天哪！小九快跑！白阡陌诗都没念完，2只大白鹅嘎嘎叫着，摆出了攻击的姿势，冲向2个小丫头。小八妹怎么办呀？大白鹅飞出来了，还能怎么办？快跑啊！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跟他们拼了！啊，我的小屁股！我小八妹她咬我屁股！九公主惊恐大叫，白阡陌拉着九公主加速，迈着小短腿疯狂逃跑。2只小短腿跟踩了风火轮似的，要不是九公主被他拉着，都跑不过他。骆九婴看着小徒弟被大白鹅追，故意不现身相救，只是运起轻功暗中跟上。这可是激发小丫头潜能的好机会，不能干涉。叶慕辰刚好从茅房出来，准备回去找白阡陌和九公主，就看到2个妹妹不要命的往他这边冲过来。再看到2个妹妹身后的大白鹅时，叶慕辰正准备出手教训大白鹅，却被白阡陌速度极快的拽着往前跑。七哥，快跑！大白鹅咬人了！啊！八妹，我能干过大白鹅保护你。
这话还没说出来，就被白切莫打断。你先别说话，等安全了再说，快跑啊！八妹，快跑啦，小命要紧！我跑不动了，我屁股好疼。我也跑累了，大白鹅没追上来，你休息一会儿吧。八妹，2只大白鹅而已，怕它们干嘛？那大白鹅都有我那么高了，你又不在，我还得保护小九，我干不过那2只大白鹅啊。可遇到我的时候就不用跑了呀，我干得过大白鹅，能保护你们。干得过你不早说，你没给我机会说呀。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走，回去。回去干嘛？干大白鹅呀！姥姥的皮鸭蛋被2只大白鹅追了2条巷子，小九还被咬了一口。回去报仇！我今晚要吃铁锅炖大鹅。哦，好的。妹妹要吃炖大鹅，那必须得安排上。妹妹被2只大白鹅追了2条巷子，还咬了9公主，必须得帮妹妹报仇。走，干大鹅！我要报仇，我要吃了他们。叶慕辰抽出自己的匕首，白阡陌也取出自己的伸缩软剑。9公主看看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我没有武器。白阡陌四下看了一眼，找了一根和9公主差不多高、拇指粗细的棍子递给她。冲呀！白阡陌大叫一声，兄妹3人气势汹汹地往回跑。2只大白鹅正迈着8爷步，嘎嘎地叫得一摇一晃地往回走着。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又转头回来想攻击3人，但看到3人手里的武器，大白鹅怂了，扭头就跑。刚才3人被大白鹅追，现在是3人追大白鹅，那画面简直无法用言语描述。骆九鹰嘴角狂抽，小家伙还挺记仇的。站住，别跑，你们跑不了的。9公主激动的大喊大叫，3个小家伙边追边打，鹅毛满天飞，大白鹅的叫声在巷子里回荡，一直打到养鹅那家的家门口。主人家听到大白鹅的惨叫声，跑出来查看，刚好看到叶慕辰将其中一个大白鹅的脖子打结，白阡陌则双手死死地捏住一只大白鹅的嘴巴，正和大白鹅较量。主人家惊慌大喊：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家的鹅！不放！我们被他们追了2条巷子，还咬了我小九姐姐，这仇必须报。没错，必须报仇。他们咬本公主的屁股，本公主要吃了他们。这2只畜生敢追本公子的妹妹，还咬了本公子妹妹的屁股，你说这事如何解决？鹅主人一看3人身上的衣服，就知道3人是他惹不起的存在，而且其中一个小女孩还自称本公主，顿时吓得脸都白了。那小丫头要真是公主，损失2只大白鹅是小，她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还是个未知数。可3个孩子身边没有大人，吓唬吓唬他们应该可以吧？就在鹅主人装出一脸凶相，想要吓唬3个小家伙时，骆九鹰出现在3个小家伙身后不远处，眼神如利刀一般的盯着他。鹅主人冷汗从耳后滑落，收起一脸凶相，苦着脸问：小公子，你想如何处理啊？你看看，大白鹅把9公主的屁股咬成这样了，赔钱。小的没银子呀。完了，这可是9公主呀。小的没银子呀。没银子没关系，把这2只大白鹅赔给我们要吃了他们报仇。鹅主人虽然肉疼，可没办法，只能咬牙同意。好吧，大白鹅你们带走，但之后可不可以不要找小人的麻烦啊？不行，我还是觉得太亏了，必须加3个大鹅蛋。行，加3个鹅蛋，小的去给你们拿。回到屋子里的鹅主人看到几个鹅蛋，一脸心疼，可一想到骆九鹰那杀人般的眼神，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算了，6个鹅蛋全给他们吧。为2只鹅和几个鹅蛋丢了性命不值得，
于是他把6个鹅蛋全都装进了一个提篮里，提着篮子走了出来。小公子啊，这些是所有的鹅蛋，全赔给你们，你们呀就放过小人吧。行，大白鹅我们也带走了。好，都带走吧。走，回家。白切莫走向鹅主人，将手缩进袖子里，从空间里取出了一锭银子，递给鹅主人。看在你态度良好的份上，这锭银子赔给你，重新去买2只来养吧。鹅主人一愣，看了眼不远处的骆九鹰，赶紧拒绝。哎呦，不用，你不用给小人银子，是小人养的大鹅伤到了你们，理应小人赔偿，你们快回家去吧。拿着吧。哎呀，真的不用，快回家去吧啊。好吧。看着3个小家伙走远，骆九鹰才走到鹅主人的面前，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他。没为难3个孩子，是你做的最明智的选择。银子你收下，就当是赔偿你2只鹅的损失。小七哥，这大白鹅太重了，我抱不动了。抱不动也得抱，八妹比你还小，总不能让八妹抱吧？不，我都抱不动，小八妹更抱不动。可是能不能歇一会儿啊？真的好重。行，歇一会儿吧。叶慕辰将大白鹅和鹅蛋放在路边，对白千梦说道：八妹，你们看着一下，我去就来。七哥，你是想回去给鹅主人送点银子吗？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虽然大鹅追了我们，还咬了小九，可鹅主人家并不富裕，所以你想送点银子过去作为补偿。不过你不用去了，我刚才就给鹅主人银子了，他不要。不要就算了，咱们回家炖大鹅去。小九，我们2个一起拿吧，一人拎1只脚。不要，我自己抱，你拎不动，太重了。那你扛着吧，这样就省力一点了。说完，白千墨把大鹅打结的脖子放开，让九公主抓住鹅的脖子，他则帮九公主把大鹅甩到背上。这样轻松多了。走了，回家炖大鹅。这个九公主还知道心疼木耳丫头，有点当姐姐的样子。接了2次，就在九公主快累趴下的时候，终于到了王府。守门的护卫看到九公主吃力的扛着大鹅，赶紧接了过去。九公主，我没事。哎呦，累死我了。骆九鹰闪身来到2个小丫头身边，把这2只大鹅送去厨房炖了。是，骆大夫。怎么回事啊？怎会如此狼狈？身上还弄了那么多的白鸡毛？这些不是鸡毛，是鹅毛。今晚有口福了，吃炖大鹅。父王母妃，妹妹刚才被2只大白鹅追了2条巷子，小九的屁股还被咬了一口，他们要吃炖大鹅补一补。你是怎么保护妹妹的？父王，不怪七哥，是我抓着七哥跑的，还不让他说话。叶竹风狠狠地瞪了叶慕辰一眼。给八小姐和九公主准备热水沐浴。是，王爷。我也要沐浴。那你还不回自己房间去？是要为父亲自帮你沐浴？不用，孩儿自己沐浴。叶慕辰说完，一溜烟跑回自己的房间。你们2个小丫头，这是去钻鸡圈了吗？没有哦，皇祖父，我们是和大白鹅打架了。谁赢了？当然是我们赢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谁赢了？不应该先问问孩子有没有受伤吗？小丫头，你有没有受伤呀？皇祖父，小八妹没有受伤，孙女的屁股被大白鹅咬了一口。那一定是你跑得不够快。你要是跑得够快，大白鹅怎么可能咬你屁股？皇祖父，您说对了，孙女就是因为跑得没有小八妹快，才被大白鹅咬了屁股。所以啊，你受伤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你自己笨。莫儿丫头比你还小，连她都跑不过，活该被咬。妍儿丫头，
你比木耳丫头大，你才是姐姐，你应该保护妹妹，而不是妹妹反过来保护你，懂吗？你现在没什么本事，没有能力保护妹妹，咱们可以学，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不久的将来啊，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保护妹妹了。皇祖父，孙女明白了，孙女一定好好学本事，保护小八妹。这才像姑的孙女儿，等你回宫了，让你父皇找人好好教你点本事。皇祖父，孙女想跟小八妹一起学习，可以吗？这个姑说了不算，你得问你四皇叔。四皇叔可以吗？燕儿，跟木儿一起学习可能会很辛苦，会很累，你怕不怕？小八妹不怕，我也不怕。那行，从明天开始，你就跟着木儿学习。要是吃不了苦，那就回皇宫找你母妃去。父王，小九不能找他的母妃了，他的母妃被禁足3个月，皇伯伯已经让皇祖母调教小九啦。早该如此了，几妃都能教好孩子，随便一个宫女恐怕都比她强。小丫头，你真的没受伤？皇祖母，臣女真的没有受伤哦，受伤的是大白鹅，臣女可不是好欺负的。那就好，快去沐浴吧，一身的鹅毛。白千墨和九公主洗完澡，秦若霜给九公主上了点药，给2个小家伙换上干净的衣裙。用过晚膳后，白千墨的大师兄和二师兄回家过年，也返回了王府。大师兄齐风华带着白千墨和叶慕辰在后院练功，九公主也在一旁跟着比划。练了1个时辰后，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白千墨又被二师兄抱走，在房间里教他医术。晚膳前，阵阵炖大鹅的香味儿在王府飘散开来。正在前院和九公主司徒敏玩耍的白千墨吸了吸鼻子，啊，好香啊！真的很香，我今晚要吃2大碗炖大鹅。墨儿，大门传来了聂文静温柔的呼唤：“嘿，母亲，父亲，母亲，父亲，你们怎么来啦？”是你母妃派人去接我们来的。墨儿，在王府有没有乖乖听话？母亲，您就放心吧，我很听话的哦。墨儿，为父听说你和你七哥扛回来2只大鹅，哪儿来的？白千墨将自己和九公主被大鹅追，又追着大鹅报仇的经过说了一遍。白俊红夫妻俩听得暗暗啧舌。四妹妹，你好厉害，居然敢和大白鹅打架！我就不敢，那大白鹅好凶的，会咬人。姐姐们，你们也可以变厉害呀！父亲会武功，你们可以趁着父亲在家的时候，让父亲教你们一些防身术，以后出去外面至少不会随便被欺负。墨儿说的对，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学点防身术以后也能保护自己。等回去为父就教你们。姐姐们加油，努力学习，努力变强。白将军一家都来了，走，去正厅聊，马上就可以用膳了。太上皇和太后也在正厅寒暄几句后，叶楚风便吩咐下人上菜。丰富的菜肴端上桌，主菜自然是炖大鹅。由于人比较多，菜摆了2桌，大人坐一桌，孩子们坐一桌。九公主和叶慕辰坐在白千墨的左右。炖大鹅刚端上来，叶慕辰和九公主同时拿起筷子夹向了一只鹅腿。小九，把你的筷子拿开，这个鹅腿是给八妹的，谁都不许抢。我也是给小八妹夹的。那你另外夹一块，这个鹅腿我要夹给八妹的。九公主缩回筷子，看了看碗里已经没有鹅腿了，干脆端起白千墨的小碗，走到太后身边道：皇祖母，孙女可不可以要那只鹅腿？我想要把鹅腿给小八妹。当然可以，皇祖母给你夹。
吃完，太后就把碗里的鹅腿夹到九公主端来的小碗里。多谢皇祖母。九公主一脸开心地端着鹅腿送到白千墨的面前。小八妹，你快吃。叶慕辰也赶紧把另一只鹅腿送进白千墨的小碗里。八妹，先吃这一只。白千墨微微一笑，把2只鹅腿分给叶慕辰和九公主。你们吃吧，我喜欢吃鹅翅膀，不太喜欢吃鹅腿。2个小家伙一听，又快速拿起筷子伸向鹅翅膀。叶慕辰凶巴巴地看了九公主一眼，九公主吓得缩了缩脖子，同时把筷子也缩回来。七哥好凶啊，人家也是要嫁给小八妹的了。皇祖母，小八妹喜欢吃鹅翅膀，可以再给孙人一只鹅翅膀吗？太后还是笑着给她夹了一只鹅翅膀。她刚才就注意到了，九公主是真的把鹅腿给了木儿丫头。对于现在的九公主来说，懂得分享，懂得谦让就是好事。九公主开开心心的将鹅翅膀给了白千墨。小八妹，快吃吧。谢谢小九，也谢谢七哥，你们也吃。好吃，真好吃。八妹给的鹅腿就是好吃。真的哎，小八妹给的鹅腿就是好吃。八妹，慢点吃，大哥去把另外2只翅膀也给你找来。我去。坐下，赶快吃你们的鹅腿。厨房那么乱，烫到怎么办？都给我坐下。叶慕辰和九公主缩了缩脖子，乖乖坐下啃鹅腿。叶慕林则去厨房把另外2只翅膀给白千墨拿来。白芊芊心里更加的不是滋味儿，她纠结了好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夹了一块鹅肉放进叶慕林的碗里。叶慕林皱了皱眉，看了白芊芊一眼。白芊芊露出一抹甜笑，有些羞涩地看着叶慕林。然而下一秒，叶慕林将他夹的鹅肉用筷子夹起来放到骨碟里，淡淡的道：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白芊芊似乎能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为什么世子连他夹的肉都不愿意吃？为什么就不能把他当成妹妹一样疼爱，把他当成朋友呢？峰哥，我觉得可以培养一下司徒家的小丫头，让她跟在莫尔身边伺候，就算不做丫鬟，将来也可以成为莫尔的左膀右臂。我觉得可行，这小丫头就喜欢跟着莫尔，先看看她在哪个方面比较有天赋，然后着重培养，将来或许能成为莫尔的一大助力。我觉得可行，这小丫头就喜欢跟着莫尔，先看看她在哪个方面比较有天赋，然后着重培养，将来或许能成为莫尔的一大助力。我也是这么想的。司徒家善于经商，说不定那小丫头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莫尔将来不可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咱们得帮他培养几个得力的左膀右臂。还有，白夫人那边有个小姑娘叫春桃，白夫人也跟我说过，那个小姑娘手脚麻利，品行也不差，想让春桃来王府伺候莫尔。我觉得你还是把那个叫春桃的小姑娘接来王府，亲自调教一番，再派给莫尔。莫尔虽然很聪明，但他年纪还太小，我怕他吃亏。派到他身边的人必须是咱们都了解信得过的人才行。我知道，我会亲自调教的。香儿那小丫头倒是可以派给莫尔了。那就先让香儿去伺候莫尔，叮嘱晨儿看着点儿，不能因为莫尔小被丫鬟欺负。好，我去安排。太上皇彻底不愿意回宫了，每天晚上都和白阡陌一起画服装设计图。他看着白阡陌的设计图，然后融入自己的想法，画出来的设计图也很有特点。今天的天气特别好，骆九英决定带白阡陌和叶慕辰去野外历练，锻炼体魄。早膳过后半个时辰，白阡陌用宣纸包了一些调料放在他的小挎包里，骆九英则带了个装草药的背篓和一把挖草药用的两用锄头，也可当斧子用。师徒三人出发，出了王府就开始跑步，一直跑出城门外才慢走休息。师傅，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野外训练好不好？中午打猎烤野味，吃完继续训练如何？师傅，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野外训练好不好？
中午打猎烤野味，吃完继续训练如何？可是为师什么都没带，连盐都没有，烤出来的野味能吃吗？徒儿带调料啦。那就没问题，晚上在外面露营都可以。好耶！我要吃烤野兔，听说烤野兔很好吃，我要尝尝。花妹，七个给你打一只，一只不够打2只。白切莫咽了一口口水，一脸的期待。前世也出去野餐过，但都是带着糕点水果等吃的，还没在野外自己动手做过吃的，今天得好好体验一番。来到山顶，找了一块空地，白切莫和叶慕辰开始打太极拳，骆九婴则处理2只野兔。等野兔处理好，骆九婴拿来白切莫的小挎包，取出调料开始腌野兔，然后找来柴火生火烤野兔。白切莫和叶慕辰打了2遍太极拳，便开始对打。练武功招式，不难看出叶慕辰处处让着白切莫，出拳或出掌的力度都控制得刚刚好，就算打在白切莫的身上也不会打伤他。骆九婴一边翻烤着野兔，一边看着2个小家伙对练，脸上是慈爱的笑容。半个多时辰后，野兔已经烤得表面金黄，诱人的香味散发出来。听啥？哇，烤野兔好香啊！我的馋虫都勾出来了，一吃完再咽。过来休息一下吧，马上就可以吃了。哇哦！啊，师傅的手艺真不是盖的，好想吃啊！再等一会儿，熟透了才能吃。哇哦！啊，师傅的手艺真不是盖的，好想吃啊！再等一会儿，熟透了才能吃。今天为师让你们吃个够，你们只需要专心练功，等会儿为师再去打几只来烤。师傅，你太好了！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野兔。呀，师傅的手艺真棒！好，真的太好吃了，美味！哈哈哈哈！快吃吧，吃完还有。2只烤野兔最后还剩半只，师徒3人实在吃不下了。白切莫取出一张宣纸，将剩下的半只烤野兔包起来，放在火堆边。休息了半个时辰，2个小家伙又开始练功。骆九婴交代了他们几句，就背起背篓去采草药打野兔去了。骆九婴离开半个时辰不到，天气突变，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天空就阴云密布，还刮起了大风。叶慕辰一脸焦急：八妹，风太大了，咱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等师傅来找咱们。好。白切莫点头，抓起小挎包斜挎在肩上，将宣纸包着的半只野兔塞进了小挎包中。刚起身，一阵狂躁的大风猛然刮来，将白切莫小小的身子带往悬崖边上。八妹！叶慕辰大惊失色，用生平最快的速度跑向白切莫。刚抓住白切莫的小手，又一阵更加猛烈的狂风吹来，将2个小家伙吹得掉下悬崖。师傅，救命啊！墨儿，晨儿！骆九婴撕心裂肺的大喊。一辈子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骆九婴，此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在悬崖边费力的往下看，根本就看不到悬崖底部。以他的轻功，也不敢贸然跳下去，至少得先回去通知叶楚风夫妻，召集更多的人前来寻找。大风依旧非常猛烈，骆九婴撕心裂肺的呼喊：墨儿，晨儿！山崖下没有任何回音。骆九婴起身，运足轻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京城。掉落悬崖的叶慕辰和白阡陌小手紧紧拉在一起，幸运的是2人掉下去一半左右，一大片的藤蔓延伸出来，把2人绊了一下，减缓了往下掉的速度。叶慕辰找准机会，一把抓住一根婴儿手臂粗的藤蔓，他运起仅有的内力至双臂，一手死死拉住白阡陌，一手抓紧藤蔓。抓藤蔓的小手已经鲜血淋漓，
与此同时，白千墨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一根藤蔓，减轻了叶慕辰手臂的负担。仰头看去，叶慕辰兴奋的道：八妹，上面有个山洞，咱们慢慢的爬上去，等师傅来救我们。好，七哥，无论你的手多疼，你一定不能松手，你还得保护我。放心吧，七哥不会放手的，我会一直保护你。快爬吧，你也不能放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两个小家伙终于爬到了洞口。还不等他们松一口气，一声石破天惊的鹰叫声响起，差点又把两个小家伙吓得掉下悬崖。山洞中，一只体型巨大的金鹰出现在洞口，两个小家伙吓得汗毛倒竖。妈呀，这也太大了吧！我的妈呀，难不成我今天要命丧鹰嘴牙，还得悲催的被金鹰啄死？金鹰歪着脑袋看着两个小奶团，并未攻击他们，但已经做出了攻击准备。就在两个小家伙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一声痛苦的哀嚎从山洞中传来。洞口的金鹰毫不犹豫地扭头往山洞里走去。七哥，要不咱们悄悄跟进去看看吧，里面那一只可能是生病或者受伤了，或许我们能帮他，然后蹭他们的山洞，等师傅来救咱们。八妹，要不再考虑一下，我干不过那只大金鹰的。七哥，我们不进去，这么大的风雨，身上很快就湿了，万一师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我们怎么办？而且等会儿大金鹰出来，有可能会攻击我们的。横竖都是一死，我想赌一把。别忘了我们是学医的，万一我们治好了大金鹰，说不定能和他们和平共处，等待师傅的救援。哦，那好吧，那你走在我后面，要是大金鹰攻击我，你就赶快跑出来。好，才怪！一步步靠近金鹰，只见刚才在洞口的金鹰正守着另一只翅膀受伤的金鹰，脑袋凑近他，脑袋不停地蹭，似乎是在安慰他。原来是受伤了，看样子伤得不轻。听到白阡陌声音的金鹰扭头凶恶地看着两个小家伙。叶慕辰把白阡陌护在身后，摆出防备姿势。大金鹰，你们别怕，我有药可以治疗你的同伴哦。健康的金鹰歪了歪脑袋，满眼探究地看着白阡陌手里的药和绷带。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是大夫，我会帮你治好你的同伴。白阡陌靠近受伤的金鹰，将药和绷带递给叶慕辰拿着，伸出小手摸了摸雌鹰的脑袋，奶声奶气的安抚。你别害怕，我会治好你的，要乖乖哦，不可以咬我。雌鹰低鸣一声，眼里似乎很是期待。白阡陌开始检查金鹰受伤的翅膀，它伤的的确很重，伤口已经有些溃烂化脓，而且有一处的骨头都骨折了。八妹，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啊？这种瓶子从未见过，还有这些东西，八妹都是装在什么地方的？七哥，你去找几个木棍来，大金鹰伤到了骨头，需要夹板固定。叶慕辰从疑惑中回过神来，不管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现在都不是问的时候，治疗金鹰要紧。哦好，我去找。叶慕辰说完便往洞口走去，他记得洞口处有一些零散的干柴，找几根来修一下就可以当做夹板固定了。白阡陌从空间里取出那把师傅给他的匕首，准备清理金鹰的伤口。雄鹰看到白阡陌拿出匕首，凶狠地叫着就要攻击白阡陌。白阡陌心惊一颤，一脸紧张的道：别担心，我只是帮他清理伤口的溃烂，否则不会好的。雄鹰似乎听懂了白阡陌的话，眼睛盯着白阡陌，脚却退后2步。白阡陌松了一口气，拿着匕首快速清理雌鹰的伤口。雌鹰一动不动，他似乎是感受到白阡陌真的在为他疗伤，没有感受到一丝恶意，干脆闭上了双眼。将雌鹰伤口的溃烂清理掉，白阡陌奶声奶气的安慰：我要给你的伤口清洗消毒了，可能会很疼，你要忍耐一下哦。王爷王妃，快出来，出大事了！王爷，快召集人手，
去鹰嘴崖背面的崖底寻找陈儿和木儿，他们被大风吹得掉下悬崖了。什么？你们召集人马，老夫先去鹰嘴崖下寻找。我也去，骆老哥，我和你一起去。来人，属下在。一峰，你去白将军府一趟，让白将军召集人马去鹰嘴崖背面的崖底寻找木儿和陈儿，如实告诉白将军，2个孩子是被大风吹下悬崖的。是，王爷。杨儿、千儿还有渊儿留在王府，其他所有会武功的人都随本王去找人，管家速去备马。是。父王，孩儿也要一起去找七弟和八妹。杨儿，你们兄弟3人武功还不足以在如此暴风雨中自保，去了也只会给其他人增加负担。乖乖在家等着，为父一定会把木儿和陈儿找回来。七弟、八妹，你们一定不能有事。快去找，一定要找到2个孩子，他们可是姑的心肝宝贝呀！2个孩子还那么小，怎么就掉下悬崖了？风儿，你一定要找到他们，我的宝贝乖孙儿啊！父皇、母后，你们回去休息。杨儿，照顾好皇祖父和皇祖母。我们走。骆九婴和叶楚风夫妻赶到崖底，3人分开疯狂寻找，运足了内力呼喊：木儿、陈儿！等其他人赶到，3人已经几乎将崖底找了个遍，可他们仍然不放弃，让大伙展开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连大树上都必须仔细搜索。王爷，可有找到什么线索？找，给本王继续找，扩大搜索范围，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本王相信他们不会有事的。都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2个孩子。我为什么要去采药？为什么要去打野兔？陈儿、木儿，你们到底在哪儿啊？骆老哥，不必自责，当下不是自责的时候，先找孩子要紧。骆九婴重重点头，运起轻功飞到高处继续寻找，其他所有人也扩大搜索范围，冒着狂风暴雨继续寻找。整个崖底都是呼喊2个小家伙的声音：木儿、陈儿、七公子、八小姐。一声声的呼唤从不曾停歇，声音都沙哑了，也不曾停止。叶幕林和叶幕南更是如此，哽咽着一遍遍的呼喊：七弟、八妹，你在哪儿啊？时间一点点过去，2个时辰后，大雨已经小了，依旧没有2个小家伙的任何消息。聂文静和白千雪、白千灵都哭成了泪人，只有白芊芊看似难过，心里并没有一丝伤心。她安慰聂文静：母亲，您别难过，父亲一定会找到四妹妹和七公子，把他们带回来的。不行，姑得进宫一趟，让皇儿也派人去找。时间拖得越久，2个孙儿就越危险。那还等什么？咱们现在就进宫。皇儿，快派人去鹰嘴崖背面的崖底寻找陈儿和墨儿。姑的2个小乖孙儿被大风吹下悬崖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